我的命！你的命不只值一张卡。可他能买蛋糕啊！上午10点去相亲。我才25，急什么？想进集团项目部就去。工作跟相亲有啥关系？你躲了3年，也该出去见见人了。外面的人只会叫我胖子。你是胖是瘦，都是我女儿，但你不能躲一辈子。相完亲再交一份方案，做到了，我给你实习资格。做不到呢？继续在家吃我的。地址发我。抱歉，我迟到了。你是？唐向向，你相亲对象。我200斤，饭量大，睡觉打呼，接受不了，现在就可以走。还有吗？你不嫌弃？我找妻子，不是选模特。格局打开了啊！我不谈恋爱，只想结婚。理由？我要工作，你要交差，互不干涉，1年后就分开。你一直都这么直接。拐弯抹角，浪费体力。可以。你不再想想？民政局4点半下班。服务员，打包蛋糕。新婚夫妻，靠近一点。你肩膀水泥做的？是你撞过来的。笑一下，别像来谈判的。顾先生，笑一个呗。不会。相亲完成，婚都结了。我让你去见个人，没让你当天就领证。效率高也有错啊。你知道顾承洲是谁吗？我新鲜出炉的老公呗。他是顾氏酒店集团总裁。我相个亲，相了个首富。不，你根本就相错人了。完了，我真做错桌了。现在知道怕了。能不能趁热离啊？刚领证就离，不太合适吧？顾总，你早知道我认错人了。领证前就知道了。那你还跟我结？你做错了桌，但我没认错人。你到底图什么？稳住董事会，省掉一堆无效联姻。顾总，婚姻不是做生意的工具。我明白，该担的丈夫责任，我都会担。甜甜没有集团经营权，她可能什么都继承不到。那是唐家的事，我娶的是她，不是唐氏。3个月观察期，敢伤害她，顾氏赔不起。明白。婚期1年，互不干涉，没问题。等等，共同生活费怎么没写清楚？你想要多少？不是钱的事儿，但数字必须写明白。额度够，家庭开支够用。够付云婷1个月水电吗？卡可能不够，剩下的我补。顾总，你平时都这么败家？这是家庭支出。行，这婚暂时能结。顾总，这场婚姻影响集团形象。我结婚不需要董事会批准，至少得证明不是临时决定的吧？怎么证明？今晚内部酒会，嫂子一起出席呗。我都没准备，媒体已经收到消息了，你们俩必须统一口径。今晚背熟，不能出错。连出狱、心动、告白日期都要背，一个都不能错。我高考都没背过这么多东西。答错一个，董事会就会怀疑我们的感情基础。不就是配合演恩爱吗？我能把他们演哭。嫂子，你们第一次接吻在哪？这也要配合？顾太太，现在后悔晚了。顾总怎么娶了她呀？这不会是先婚后爱吧？协议没写要牵手啊。临时增加的服务要收费的，双倍。甜甜，我是程州的母亲。阿姨好，嫂子该改口啦。妈好。不用紧张，我不吃人。
那我们爱好不太一样。唐小姐和顾总认识多久了5年了， ？5年？他暗恋我5年了。我哥居然这么能憋！以前每逢下雨天，他都在街角偷偷等我。资料上写的是5个月。5个月哪够煽情啊？既然感情这么深，二位应该很了解彼此吧？不如玩个默契问答。没必要。来啊！我出题，我哥最讨厌什么？无效会议。答对了！顾总喝咖啡加几颗糖？不加糖，但他胃不好，空腹不能喝。嫂子最喜欢什么？甜食。这答案也太敷衍了。开心时吃草莓蛋糕，难过时吃巧克力蛋糕，紧张的时候什么都吃。你怎么知道？观察。最后一题，对视10秒。你这表情像来收购我的。顾太太，敬业一点。还剩几秒？忘了。妈，你看他们哪像感情没到位的夫妻？结婚太仓促，感情还是要慢慢培养。您的意思是？从明天开始住进云庭公寓。我们一起住？合法夫妻不应该吗？可以。你家有几间卧室啊？主卧1间。这么大房子，就1张床。客房漏水在修，沙发也搬去楼下仓库了。那我睡沙发。沙发呢？刚搬走呀。你搞的鬼！董事会可能会派人来确认，分房睡，一看就生疏。你们集团还查人睡觉啊？特殊时期，沙发是你搬的。我这不是为了助攻吗？配合费先结。怎么算？按小时算。你睡10小时，挺贵。体重是附加值。左边归你，右边归我。谁越线谁是狗。成交。你碰线了。是床的问题。承认你想靠近我很难吗？我对碰瓷没兴趣。睡着也不老实。新婚第一夜，证据到手。什么证据？啊，是他越线。现在你身后。交代自己跑了。昨晚有人说越线的是狗。顾总，你居然会笑。试营业满意度只剩60分了。菜全是按5星标准做的啊。问题到底出在哪儿？厨师没问题，那客户为什么退餐？热菜凉了，凉菜温了，补餐慢，取餐路线还堵。不可能7点12分出的菜，现在7点48，保温灯都没开，能不凉吗？按他说的调整。顾总，真让他负责。给他1个小时。不用1个小时，20分钟，我让差评停下来。所有人听我安排，这家酒店的第1场硬仗我来打。通知 HR， 唐甜甜破格转正为项目专员，自助餐厅整改由他全权负责。你疯了？客人怎么取餐？旧动线不改，差评永远停不了。热菜少量多补，超过20分钟就撤。甜品挪到出口，别让客人来回堵。这样出菜，后厨忙不过来。不是让你多做，是让你少做勤补。真能行？客人吃的是新鲜，不是排场。还剩15分钟。够了，服务员分成2组，一组收反馈，一组随时补餐。
热菜终于是热的了，补餐快也不用排长队。唐小姐，你真懂餐饮。我不是只会吃，我还知道怎么让人吃得舒服。是我低估你了。没事儿，今天刚认识，以后你会习惯我厉害。那是我的项目奖励。你已经吃了5块了，前5块是试吃，第6块呢？庆功。项目奖金和蛋糕，选一个。奖金多少？按项目制度，奖金不少。蛋糕给你，奖金给我。很会算账，不然怎么当继承人？这个项目轮不到他做主。你哪位？唐千强，你连我都不记得了？推销食品的。我是周家明。3年前云亭项目周氏落选，唐家长辈曾口头表示有机会再合作，云亭全部食品供应早就属于周氏。顾氏从未签过独家合同。唐氏是云亭合资方，供应链决策唐家有否决权，你母亲没告诉我。一张旧纸就想拿做上亿项目，你要是不认，就是唐氏失信。想拿项目可以，算你识相。先按我的规矩来。我说可以竞争，没说直接给你。唐家白纸黑字的承诺，你敢不认？标题看清了吗？合作备忘录。备忘录是合作意向，不是采购合同，没写数量，没写价格，也没写期限。你拿什么供货？靠想象吗？这份文件不具备强制履约条件。唐总还在世时，亲口答应过周家。长辈的人情我尊重，酒店的食品安全我更要负责。说的好听，你不过是顾总空降进来的关系户。注意你的用词。让他说，是不是关系户，结果说了算。7天后，所有供应商统一盲测，质量、价格、配送能力3项综合评分。让周氏和小公司一起评。你怕输？周氏不可能输，那就凭本事赢。甜甜，做生意不能只讲规矩，你母亲也得顾及旧交情。人情不能上餐桌，顾客吃出问题，你替我负责吗？你会为今天的话后悔。慢走，不送。这次评选由你全权负责。你不怕我搞砸？你刚才都没怕，我为什么怕？你脸色不太好。我只是饿了。唐青青，别喊，我就是腿麻了。坐下。别人都用脚寻常，你这是移动总监席。我怎么觉得像轮椅？闭嘴，去检查。贾老公管得真宽。你再晕一次，我管得更宽。结果怎么样？都是小问题。这叫小问题？胖一点而已，死不了。医生建议尽快长期管理。你也觉得我应该变瘦？我只要你健康。这是午饭还是一盆草啊？检查报告不是玩笑。我不接受绝食。不会绝食，也不追求快速减重，前期只做低强度训练。你们是不是早就商量好了？我只负责请人，最终怎么做由你决定。您不逼我。身体是你的，身体是你的，我只怕你继续拿健康赌气。以前别人笑我胖，你也总让我少吃。我怕的从来不是你不好看，我怕有一天钱能救公司，却救不了你。好，我开始管理健康，但不是为了变成谁喜欢的样子，是为了你自己。师傅，停一下！终点还有1公里。我的人生已经到终点了。今天不求速度，只要完成。我可以明天再完成。前面有低糖奶茶。真的？走到就有。顾承舟，你就是拿捏我。方法有效就行。你为什么陪我？因为你是我妻子。是不是我这样站在你身边，影响顾总形象？领证那天你就是这样，我知道你是谁，也选择了你。那你图什么？起初图省事，现在我只想你平安。下午董事会改线上了，我陪你。
真买了？半糖，只能喝一半。顾总，爱情也打5折啊？健康不能打折。云婷出事了，12家企业同时取消团体订单，明天就是开业预热了。他们都说套餐有隐形收费。回酒店，有人不想让我走到终点。客户群已经炸了，再不处理，剩下的订单也保不住。谁批准临时加价的？我们没有加价。把客户看到的套餐发给我。问题就在这里，服务费本来就要收啊，不是收费有错，是没说清楚。会议室、停车位、设备费全藏在备注里。同行都这么写。同行被退订，我们也跟着退，所有费用拉成一张清单，让客户一眼看懂，1分钱都不藏。这是竞争对手的恶意炒作，想趁开业前搞垮口碑。我们的菜品和服务没问题，问题是标注不清，现在立刻整改，用透明换信任。王经理，我是项目负责人唐倩倩。你们报价一套，结算又一套，是我们标注不清，我先给您道歉。道歉解决不了问题，所以我给您2个选择：原套餐取消所有附加费，或者按新的透明报价重签。以后再加价怎么办？合同写明，临时增加1项，云婷双倍赔偿。你敢写进合同？敢！赔偿条款风险不小。不但追回订单，还新增了6家新价。透明不是吃亏，让客户放心，生意才能长久。这一局你赢了。顾总，项目奖金记得涨啊！说好管理健康，又空腹加班。禁止空腹加班。顾家新规，只管我。目前只有1个顾太太。查到了，谁最早散播隐形收费的？一个新注册的行业账号，背后的公司呢？推广费用来自周家明的公司。抢不到项目就砸我们口碑。我让法务立刻处理。先别打草惊蛇。你想怎么做？他不是说周氏最好吗？那就公开盲测，让他输得心服口服。我妈说你合格了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我比你早知道3天。唐呛呛，你想临时换评委？错，今天没有固定评委，住客占4成，厨师占3成，采购占3成。普通住客懂什么供应链？东西最后不是给客人吃的。让外行决定上亿合同，简直胡闹。所以才有3方评分，口味、质量、成本，一个都不能少。所有样品统一包装，只保留随机编号。评选全程录像，任何人不得接触原始名单。这么大阵仗，是怕我赢？我是怕你输了不认。周氏做了10几年食品，你拿什么跟我比？我不跟你比，知道自己不行了。是产品跟产品比。离开周家这个名字，你的东西还剩多少本事？你别得意太早。晚点一起吃饭，我有事请教。评选期间不能私下接触。周总，手伸得挺快啊。正常交流而已。从现在开始，所有参赛方手机统一保管。你针对我？规则针对所有想走捷径的人。结果出来，你别哭。我一般只让别人哭。9号样品3项总分第1。9号一定是周氏。唐总监，出事了。什么事？9号样品的标签被换过。评选作废。唐强强，这就是你说的公平。证据都毁了，这场评选必须重来。谁说证据毁了？每份样品入场前都拍了6个角度，照片能证明什么？现在的9号标签贴在左上角，封样照片里它在右下角，真的被人动过。会场这么多人，谁都可能碰过。封样后，只有3个人进过后台。封锁出口，调取签到记录。顾总要非法扣人，配合内部调查，或者现在报警。11点15分，林可欣核对数量，我全程带着记录器。
11点27分，采购经理送评分表。我2分钟就出来了。11点34分，小陈进去换饮用水。我没有碰样品。别怕，我只问事实。这个礼盒是谁给你的？是周总的助理。收礼不代表调包。他说只要换2个标签就给我5万块。风样区临时加了饮用水配送，我趁送水碰的样品箱，封条用热风枪复原的。我一时糊涂，钱都没拿到。你拿没拿到都改不了你破坏规则的事实。唐总监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不会公开羞辱你，但必须按制度停职调查。证据全部移交法务。9号样品属于江城鲜食公司，周氏样品排名第6，不符合入选标准。一个员工的话，证明不了是我收益的。付款承诺、通话记录、礼盒来源，法务会查。就算助理做错，也不该取消周氏资格。产品第6，诚信倒数第1，你凭哪一点留下？本次评选结果有效，云婷只认质量，不认关系。顾总，你终于做人了！庆祝你第一次独立拿下供应商评选。那你也得吃。为什么我这块最大？陪练也会胖，夫妻必须整整齐齐。嫂子，你要登台演讲。以什么身份？总裁夫人兼项目负责人。唐总监，连礼服都撑不住，还怎么撑住项目？你都被淘汰了，还来蹭酒会？我是媒体特邀嘉宾，今晚全行业都等着看你出丑。送来的尺寸小了2个码，不可能，我按确认衫准备的，有人改了订单。查后台记录，周佳明今天以赞助商核对媒体扳手尺寸为由，买通礼服师助理进过后台，调换了你的礼服确认单。助理已经承认了，收了周佳明的钱。现在追责来不及了，我有一条备用红裙，你的尺码我穿不了。这是为大码模特准备的展示款，现在的你完全可以。嫂子，你也太美了！你怎么礼服没坏，很失望？哼，好看有什么用？别急，我靠的也不是脸。顾总，看够了吗？没有。再看要收费了。顾总，该您上台了。听说云婷的订单危机是唐小姐造成的。危机不是我造成的，可项目由你负责，所以责任我担，问题我解决。透明报价上线后，退订客户全部回归，新增订单28家，满意度提高到93分。新增收入呢？比原计划高出17%，所有数据均可现场核验。云婷不靠套路留客，我们靠的是让客人花得明白。唐强强，你根本没资格庆功。周总，这是什么？唐强强撕毁合作，公然违约。又是那份备忘录，这次有公章，也有签名。唐小姐是否利用顾太太身份排挤周氏？唐氏是否存在商业失信？所有问题，法务会统一回复。不用，这是他负责的项目，让他自己回答。周佳明，你这份合同假得太明显了。你敢毁灭证据？我是在给大家看你怎么造假的。印章断口不一致，旧文件保存多年，当然会有偏差。第一，唐氏正式合同都有董事会编号，你这份没有。第二，唐氏法务章必须覆盖其缝，你贴的这么歪，是怕我们看不见？文件首页与签字页使用的纸张年份不同。唐家长辈签字是真的，真签字不代表真合同，拿旧文件拼接新内容也叫合作。你没有原件，凭什么定我造假？谁说他没有？原文件只有1页，内容是双方有机会优先洽谈，从来没有独家，更没有指定项目。电子档可以修改，那就看公证存档。资料已由公证人员核验。周总，你的第2页来自哪里？我也是从公司档案里找到的。
谁交给你的？我没必要告诉你。你拿他抢项目时，怎么不说没必要？唐氏接受公开调查，即日起暂停与周氏所有新增合作。唐董，两家合作这么多年了，旧情不是你造假的护身符，欺负我女儿更不行。顾总刚才很紧张，没有，那瓶子得罪你啦？质量不好。顾氏酒店也用质量不好的水。妈，您想说什么？你改口倒挺快。我想说，你今天还算合格。甜甜不需要我替她回答，但谁想伤害她，得先过我这一关。协议里也没写这个。免费增加。文件确实有问题，我认。你承认造假？但真正的正则书还在。在哪里？唐氏旧相创那里不只有合同，还有足以让你失去继承资格的东西。周佳明，你最好拿得出证据。明天去看看，不就知道了。唐佳明，这就是你家的食品安全。所有人别碰，原地封存。唐小姐，这批货不是我们负责的，放在唐氏仓库就是唐氏的责任。不是来找承诺书吗？怎么先找到一仓库问题货？临近保质期不等于问题货，可他们还在正常出货区。法务、公证员全程录像，相关批次暂停流通，库存当场清点。暂停出货会影响几十家门店，影响生意总比影响顾客安全强。你这一停，损失至少几百万。唐氏赔得起钱，赔不起信誉。这批货没有正规入户都。3个月前，一辆周氏货车以退货暂存母意入库，利用周氏曾是供应商的旧权限，超过了正常审批。周佳明，你栽赃的手段跟你的合同一样假。所有相关文件清点完毕，没有独家承诺书。周佳明，你说的真证据呢？可能被人转移了。你带我们来，却不知道东西在哪。合同找不到，库存问题总是真的。唐氏继承人连自家仓库都管不好，你凭什么接班？发现问题不丢人，发现了还遮掩，才没资格接班。今天完成批次隔离，明天核对采购、入库和出库记录，责任到人，结果公开。你不怕查到自己人头上？哪怕查到我，我也照章处理。顾承舟，灯怎么灭了？只是临时停电。我没怕，我是怕你乱跑。领带在你手里，我跑不了。什么声音？应急电源启动了。这件事不许告诉别人。可以。这么好说话？但你要抓到什么时候？他先碰我的。领带胆子挺大，集团战略会我请假了，今天陪你查到底。所有异常采购都是唐小姐批准的。不可能，我没签过。电子审批账号也是你的。审批时间呢？3个月前，那时我刚进项目部，只有浏览权限，不可能有审批权。可签名也是真的。封存我的账号，从现在起，我暂停项目权限。这件事我先查我自己。签名全是你的，还有什么可查？当然要查，但该停的是权限，不是调查真相的人。你想一边接受审查，一边碰证据，所以我主动退出项目审批，所有调查由法务和第三方负责。我同意。唐董，她可是您的女儿。正因为她是我女儿，才更要查清楚。如果她违规，我不会护短；如果有人陷害她，我也不会放过。请唐小姐回忆，账号是否交给过他人？3个月前，我参加过公益系统演示。周佳明说系统不兼容，借过我的测试账号只有浏览权限。系统升级期间 ，IT 部交接混乱，周佳明以测试兼容性为由，让我在连接外部采集设备的签名板上反复签名。他是录下了我的签名轨迹数据，随后勾结一名临时工，在系统调试窗口用测试账号的临时审批权限完成了伪造审批。没有证据，谁都能编。那就找证据。审批账号是甜甜的，登录设备却属于周氏，还不能直接证明是谁操作的。纸质货物是谁签收的？签收人是周佳明的助理。去找当天的会议录像。时间完全重合，我在会议，不可能出现在周氏。登录地点、签收单、会议录像，证据链成立。立即提交审查组。还有电子签名。那次演示后，周佳明拿走过我的签名板，
他从一开始就在留后手。唐倩强不存在违规审批行为，其账号遭冒用，电子签订遭非法复制，恢复他全部项目权限。即便是冒用，他也有保管不上的责任。我认，我会接受内部处分，也会推动全部测试账号，增加双重审核。能认错也能改错，这才是继承人该有的样子。周氏相关证据已移交法务，这次他跑不了。以后需要资料，随时进来。总裁办公室也对我开放？我对你没有秘密。总裁卡怎么连零食都买不了？这是门禁卡，权限这么低。那再给你一个权限，协议只剩3个月。所以呢？唐强强，我不想离婚。这里是我打第一场硬仗的地方。顾承舟，这些你什么时候贴的？你第一次拿下供应商评选那晚，我想让你知道，你每一次坚持，我都看见了。你这个人浪漫也做计划表吗？不是计划表，是日记，每一天你都在里面。萝卜可以多吃，今天允许你哭完再吃。我不想离婚了。什么？我不想离婚了，不是因为你有钱，不是因为你能帮我，是因为你看见了真正的我，200斤的我，害怕的我，逞强的我，你全都看见了，而你还在这里。我一直在，以后也会。这面墙以后还更新吗？更新一辈子。我不是要他变瘦变美，我是怕他先放弃自己。甜甜，妈不是要把你推出去相亲，我是想让你知道，你可以自己走出去。你不只是我的女儿，你是能独当一面的唐泱泱。说好1年散伙，你想违约？违约金我双倍赔。顾总，有钱也不能乱改合同。那就重新签。你为什么不想离？因为我喜欢你。喜欢现在瘦了一些的我。与你瘦了多少无关。那你喜欢我什么？你敢认错，也敢负责。你会替顾客算清每一笔钱。你害怕时抓我的领带，遇事却从不躲。我以前200斤。我认识你时，你就是200斤。我没有错过那时的你，更不会只爱改变后的你。我吃蛋糕你也拍？领证第1天。这张睡觉流口水的呢？同居第3天。还有移动总监洗。那天你很可爱。顾承舟，删掉。这是我的记录。这些什么时候写的？领证第2天。我怕自己忘了。你的变化属于你，不是我爱你的条件。那你想让我怎么回答？不用现在回答，剩下3个月，我正式追你。追妻有计划吗？浪漫晚餐也精确到分钟？不是效率，是怕漏掉你喜欢的事。顾总，你对浪漫有误解。最近糖果颗粒，搅拌至面糊顺滑无可。顾承舟，你在干什么？学做低糖蛋糕。为什么？你第一次见我在吃蛋糕，我想学会做你爱吃的东西，低糖的、健康的，你可以一直吃。这3个是试验品，第4个应该能成功。我看看。好硬，表演全。甜？你做的，所以甜。那我再做100个，直到你都说甜。我陪你。第一次约会确实不够正式。谁说的？这里不用备餐桌礼遇。鱼丸只能吃2个。约会还管饭量？营养顾问定的。我怀疑你是他派来的卧底。可以多吃这个。顾总，你追妻全靠萝卜。我还准备了一辈子。少说好听的。我正在学习。唐董，您要卸任？1年后，我卸任部分职务。妈，为什么没提前告诉我？因为这不是送给你的位子，行业峰会执行董事竞选是你转正的考核。通过正式接任，不通过经营权交给职业经理人。考核是什么？ 1年后的行业峰会，拿下执行董事席位
证明你能守住唐氏。如果他输了呢？经营权交给职业经理人。这一次我不靠您托底，我要让所有人知道，我不只是唐静兰的女儿。后台种地，无关人员不能进入。我来检查开场流程，请出示工作证。这位女士有预约吗？顾总，1年不见，连老婆都不认了。我太太没这么漂亮。你再说一遍。她比这更漂亮。预约了一辈子，顾总想反悔？不敢。您是唐芊芊？认不出没关系，工作别人错就行。不接受新条件，我们立刻退出云庭项目。峰会马上开幕，现在退出会影响全部合作方。合同已经确定，你们没有临时加价的理由。我们的渠道不可替代。没有谁不可替代。你是谁？普通项目代表，也是看得懂账的人。你们不是要加价，是担心客量未达标。有什么区别？固定加价会推高成本，双方都难做。改成阶梯分成，客流越高，你们赚的越多。如果客量不够呢？云庭补足最低收益。这意味着我们承担前期风险，但也能把长期利润留下。方案可以谈。不是可以，现在就签，峰会后不等人。唐小姐，久闻不如一见。合作不是谁压过谁，是一起把生意做长久。顾总又看呆了，1年了还没看够。这话有进步。追期计划有效吗？勉强及格。什么时候转正？看你今天表现。周佳明来了。唐氏供应产品检测不合格。峰会马上开幕，这消息不能传出去。报告有检测机构公章，只要唐甜甜退出竞选，我可以暂时不公开。你在威胁他？我是在给唐氏留脸。这位小姐是哪家投资机构的？你不认识我？我们见过。见过，还不止一次。报告先放我这里。只要您愿意投资周氏，我可以提供更多内幕，包括怎么对付唐清心。她不过是靠母亲和丈夫撑腰，明天过后，她就没资格接班了。周总，睁大眼睛看清楚，你想拉拢的人就是我。怎么，刚说完我的坏话就不认账了？1年时间，你怎么可能变成这样？我不是变美了，我是变健康了。200斤的我没有错，错的是拿健康赌气。我怎么生活，不用向你汇报，但你拿假证据发唐氏，必须说清楚。现在不是讨论外表的时候，检测报告关系唐氏的行业资格。甜甜，能处理吗？哥，他在处理危机，你拍的是董事发言，不是婚纱照。2种都值得保存。承认看呆了。我太太，我不能看。唐倩倩，你还想怎么狡辩？这份报告是真的。唐倩倩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让他说完。检测机构、日期、公章全是真的。唐香香，你还想怎么狡辩？我不狡辩，这份报告是真的。大家听见了，他亲口承认了。但我没承认送检产品属于唐氏，这是竞争对手的恶意陷害，与唐氏真实产品质量无关。唐氏所有在售产品均接受监管部门抽检，欢迎随时复核。我承认报告是真的，没承认送检产品属于唐氏。包装、商标、产品名称都对得上。包装能印，商标能仿，防伪批次，你查了吗？唐氏食品批次是12位编码，这份报告上的编号有14位。报告只对收到的样品负责，送检方没有提供生产授权书。唐氏食品生产许可和近期抽检记录，我手上这份监管备案显示全部合格，送检样品来源存疑，建议启动溯源调查。周佳明，样品是谁送去的？我只是收到举报材料。刚才还说证据确凿，现在连送检人都不知道了。唐氏同批次留样已经送到。你们临时拿来的东西，谁知道是真是假？封题上有监管编号，生产当天留样，全程有记录。云庭酒店也保存了销货监控和签收文件。你们夫妻当然互相作证。那第三方物流呢？生产、装车、运输、签收，一步没断。你的问题样品根本不在这条链上。那它到底来自哪里？很简单，查生产批次备案。问题样品来自周氏。不可能，这一定是伪造的。真假样品，下一集当场算清。周佳明，这次你栽赃错人了。备案数据由企业自行上传，无法现场修改。包装上明明是唐氏商标。这句话该我问你，周氏生产的东西为什么套着唐氏包装？代工厂可能拿错了包装袋。一次拿错，
能凑完整整5箱。峰会前3天，一辆无预约货车进入云亭货库，司机使用周氏临时通行证，却声称送的是唐氏补货。顾氏从未批准这批补货，货车不是我的，通行证也可能被盗用。别急，还有签收单。周总，你还要说不认识吗？一个名字证明不了什么。唐氏真样品，扫防伪码会显示完整流向，问题样品的防伪码呢？包装是假的，只能证明有人仿冒唐氏。那就拆包装。擦除处可以恢复原始字符。问题样品来源已经明确，我不知道，是下面的人擅自做的。抢合同是助理擅自做的，调标签也是员工擅自做的，现在栽赃唐氏还是别人擅自做的。你这个负责人只负责拿好处吗？甜甜，让我自己说完。唐氏接受监管复检，所有在售批次同步公开检测结果。这会增加一大笔成本。成本可以买回信任，藏着掖着才会毁掉唐氏。董事会同意。唐氏供应资格保留，周氏暂停参会资格，接受行业调查。我只是想拿回合作机会。机会靠产品争，不靠造假抢。你们以为顾氏就干净吗？说清楚。云亭项目的内部底价是顾氏的人主动给我的。唐天香，你敢查自己的丈夫吗？谁有问题，我就查谁。泄密的人就在你们3个中间。没有证据，凭什么怀疑我们？峰会还没结束，内部互相猜疑更危险。所以现在不猜，法务全程留痕，3份报价分别保管，3份内容不一样，总价分别是1800万、1900万和2000万。每份文件都嵌了不同的数字水印和 IP 追踪标记 ，IT 部实时监控外发记录，谁的版本传出去，谁就是泄密源。你拿假报价调人，心里没鬼，你怕什么？从现在开始，任何人不得对外联系。我不接受这种羞辱。你可以退出调查，但退出前先交出项目权限。3天前，周佳明联系过你，承诺只要峰会搞砸公开竞标，返点制度恢复，你拿原来的30%，利益加时机，你忍不了1年。你2000万版本传出去了，这份交给了采购主管，文件带有隐藏编号，可以确认来源。传输时间呢？10分钟前。他的手机一直在桌上，手机没动，不带人没留后手。查车在储物箱，需要本人同意或者报警处理。立刻通知警方和峰会安保。站住！这不是我的手机。解锁记录、通话记录都会说话。为什么泄露底价？公开竞标断了原来的供应返点，我为顾氏干了10年，凭什么什么都没有？工资奖金是你应得的，拿项目利益是侵占公司的钱。我只是给周佳明一份价格，没有害公司。竞争对手拿着底价压合同，这还不叫害公司？相关证据将依法移交，即刻解除采购主管职务。顾氏将向所有合作方公开整改结果。规则不只管外人，也要管自己人。从今天起，唐甜甜正式担任唐氏执行董事。这次我服气。我不是来证明自己永远不会犯错，我是来证明出了问题我不会逃。顾总，工作结束了。正好，现在处理我们的婚姻问题。甜甜，你什么意思？顾承舟，我们该办手续了。离婚手续我不算。谁说我要离婚？你把戒指都摘了。合同戒指该下岗。我要办的是正式婚礼手续。顾总，你还愿意吗？愿意。唐甜甜，1年前我为了省事娶你，这1年我每天都在庆幸你做错了桌，只有一辈子，你嫁不嫁？生活费还给吗？工资卡给你，资产给你。顾太太，我连人一起上交。成交。你们早就知道。酒店、婚礼、宾客都安排好了，就差新郎别临阵犯傻。所以刚才没人提醒我。难得看我哥紧张，不能浪费。妈，我结婚怎么又是你安排？场地是我们安排的，嫁不嫁一直由你决定。妈，我拿到执行公路了。我看见了，你不只是我的女儿，你是能独当一面的唐甜甜。那天他做错桌，认错人，却成了我这辈子最对的选择。我爱上的从来不是他后来变瘦的样子，是那个敢闪婚、敢担责、敢重新开始的他。顾承舟，你抢我台词了。那你说，以前我总觉得
我只能躲在妈妈身后。后来我才明白，家人拖住我，不是让我赌，是让我有勇气往前走。感言以后慢慢说，先交换戒指，大家还等着开席。开席？那还等什么？快走！顾太太，婚还没亲，吃完再亲。云庭生活酒店正式营业。唐董，大家都说您完成了逆袭，秘诀到底是什么？没有一夜变美，也没有一步登天，认真工作，科学管理健康，按时吃饭，好好爱人，也好好爱自己。不管你是100斤还是200斤，我爱的都是那个敢做错桌的唐锵锵。今天可以吃完整块。顾总终于大方了，新婚福利，那我要续一辈子。已经自动续期。